大家好，这节课呀，我们来示范一个紫色牡丹的画法。那紫色牡丹，其实我相信大家学到现在啊，实际上大家已经摸透了这个规律了，对不对？那无非就是反面的浅啊，正面的深。那么颜色的不同呢，咱们调色的时候啊，稍加区别就可以了。那紫色怎么画呢？紫色的话呀，我们可以运用到一个牡丹红啊，牡丹红也行啊，或者是呢曙红色都可以啊。比方说啊，这都可以的。那这些颜色大家用的时候是可以进行自我的尝试。比方说曙红可以，牡丹红可以，还可以什么呢？还可以胭脂啊，胭脂也行啊，还可以什么呢？还可以呀，这个朱标、朱砂都可以进行尝试。那这个情况下，紫色对吧？咱们是画的紫色呀，不是画的红色啊，还需要加上蓝色。蓝色的话呢，可以是画青啊，可以是画青色，也可以呢啊，也可以是加上头青。头青可不可以呢？也是可以的。那这些颜色，大家在画的时候也是一样，可以呀，可以自行的去多尝试啊，不一定啊，完全按照这个加这个是紫色啊，你可以去尝试其他的颜色的，画出来是其他另一种紫啊，另一种紫色。所以说学画嘛，还是掌握这个规律，那大家一定要记得这一点，反复的在强调这个，对不对？掌握其中规律啊，掌握学习的方法和规律，不要学得太死板。好，那么咱们来示范一下，就是这个紫牡丹怎么画啊？紫牡丹的画法呢，一样，咱们先画前面的浅色的。那浅色的怎么画呢？调太白啊，调太白，然后笔尖上呢包括我用这个毛笔也是，紫色的我会单独拿出它来，因为可以和红色混用啊，但是呢也可以单独拿出来啊，花青加点曙红啊，调出一个紫色。大家调的时候也可以直接提前把这个紫色调好。那我是习惯性不提前调，因为这样变化会更多一点。然后呢，可以画这个。画的时候呢，要考虑到画面的一个构图啊，要考虑到画面的一个构图。比方说啊，这个地方啊，我们画一朵，这个地方呢再画一朵，两朵或者三朵都行。比方说我们这个先从简单的画吧，画太多大家掌握不了，我们先从两朵开始画。还是啊，这个牡丹啊，我们画的是反面的呀，所以说画的时候呢，用笔啊大小错落啊，大小有致。那这个就是一个这样翻转过来的反面的。那这些呢反面的，这个呢侧面一点的啊，还有好多正面的是在这儿呢啊，反面的。就是啊，大家还是那个问题，为什么我们先要讲结构呢？就是啊，大家了解结构特点之后，那这个时候再用笔的话呢，就可以胸有成竹，就可以像这样很随意的去画。很随意去画的时候呢，咱们还是有规矩可循的，还是有每一笔都不是随便画的，我们随便画的，但是呢，那这个是反面的啊，反面的画好之后呢，我们开始画正面的。正面的怎么画呢？啊，其实这个反面的我们可以一起画好。那我们之前都是在讲这个一朵花对吧？好多情况下一朵花。那如果说这个地方我们还想画一个半开的花苞，怎么画呢？可以把这个反面的一同画好啊，一起画好它，然后呢再画正面的。正面的还是要调一个浓紫重颜色重一点的紫色，花青加曙红啊，调好这个紫色啊。紫色的话呢，我们可以调的稍微的湿润一点，因为我们发现我们用笔是偏干一点的留白留的也比较多。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调的这个紫色稍微湿润一点。甚至里面呢还可以加上一点点胭脂加上一点胭脂。然后呢，我们开始画这个。那画的时候也是一样用笔的话，真的用笔的话真的是可以很随意的
就这样很随意的去画就可以了。大家觉得印象当中好像画牡丹挺难啊，实际当掌握这些方法，掌握这个它的结构，掌握这些规律之后，实际上什么颜色，大家学到现在我会发现啊，原来这么简单，对不对？原来画画还可以变得这么简单。这个画一个半开一点的，注意这个花的外轮廓不要画的太圆，要找变化啊，要找变化，可以皴擦上一些反面的这个反面花瓣的这个分瓣的结构啊，然后呢，太白，这个太白呢，画一画，对，画一画。那这样的话就是一个颜色很深的这样一个紫色了呀。再深一点的地方还可以呢，加一加，可以加一加，可以了。最后呢，用太白加点藤黄，点上它的花蕊，点上它的花蕊。半开的这个呢，也可以加一点。好，那这个就是一个紫色牡丹呀，是不是变得非常简单啊？大家看不明白，可以多看2遍，然后对不对？可以找一找这种感受啊，找一找这个绘画的一个感觉啊，根据这个规律，根据这个感觉去画就可以了。那这个时候我们这个开始画它的叶子以及枝干啊，可以先画叶子，也可以先画枝干。我个人习惯的话呢，是先画枝，然后把这个整体的一个势给它定出来，然后呢再去这个加叶子。这个我们怎么去定呢？可以从这个地方出来2个枝。那这个枝要画的稍微柔一点，这个枝呢要画的呀，稍微粗一点，稍微有力量感一点，因为这个枝啊，我们是，对吧？小枝啊，小枝。那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小枝啊，我们并没有画的很柔，对不对？也是有力量感的，中锋的感觉，然后有点像竹竿，甚至都有点像竹子的感觉了。那这些啊，都是我们，对吧？柔中带刚的感觉。不要画的太软，包括这些地方也不要画的太刚，太硬的话呢就容易折断，太柔的话呢对吧又不好看，所以说柔中带刚，就像阴阳太极一样阴中有阳，阳中有阴，最终呢就形成一个太极八卦了。画画有时候真的和这些中国的文化呢是离不开的。渊源很深，是离不开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选择用绿色来画可以用这个藤黄加点花青，然后来画这个叶子。那这个紫色的话呢，它可以配绿叶子也可以呢配这个墨叶子都可以。那这些也是一样，就是大家自由去搭配啊。
我课上讲了，我课上示范的是绿色叶子，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可不可以用墨色呢？可不可以用墨色画的更好看一点，对不对？这个是有小花托的，小花托这个地方呢，还有一个比较重一点的这样一个叶子，比较重一点的这样一组叶子，小枝干也可以加上一点绿的，和这个墨呢产生一定的融合。然后呢，点上一些再加一点苔点，调整一下画面，然后勾勒上它的叶脉。那这个勾叶脉，已经画完颜色，然后咱们去勾叶脉的时候呢，就和墨不一样了啊。颜色勾好用颜色画这个花瓣，画这个叶子，然后勾叶脉的时候呢，是可以直接勾的，因为它颜色当中含有的胶性是很大的，直接勾也不会晕得很开。用墨色画叶子呢，就需要等它晾干一点，除非是你的控笔能力非常好的情况下，这个颜色就不用考虑了，直接画就行。画好它的一些对吧方向，叶子的朝向，通过叶脉呢表现出来就可以。有粗有细，有提有暗。感觉这个地方没有连上似的，加一加呀，加一加就可以了。加上一些小的花苞小的花苞形态。那最后呢，我们可以加上一些小的补景啊，你像我们之前有加过其他的补景，比方说可以加蝴蝶可以之前有加过蜜蜂，我们可以加蝴蝶，对吧？那这些小的补景呢，当然大家也要练就是各种各样的小的补景，那大家要练要会这样的话呢，让我们去加的时候呢，对吧？才能手到擒来呀，想加什么就可以加什么。调一个淡墨，蝴蝶也是有很多种画法的，我们可以调一个淡墨，先画上蝴蝶的这个后面的翅膀，然后这边的翅膀呢也给它画一下，之后呢再调一个浓墨。那画蝴蝶也是一样，我们先要了解它的结构特点的，不要上来之后就直接这样画，要了解它的结构特点。了解结构特点之后呢，再这样用笔的时候呢，就会我们心中就会有胸有成竹的这种感受，画出来的呢，自然也就是结构也准，然后感觉也强烈的。调点珠标也可以用赭石。其实我画画看到盘子当中有什么颜色，然后我就用什么颜色。这样画出来的作品呢是
非常生动的，不死板，不是哪个颜色和哪个颜色必须调完之后呢，必须用在这个画面当中，而是根据自然的一个状态根据我手边的一些工具一些状态，那么去画这个画。所以说大家会看到我的画我的作品，每一幅好像都不一样似的，每天画的东西都不一样。那确实是你让我每天都画一样的，我觉得会很烦就是艺术嘛，你每天都画一样的，都重复就会很烦躁。都调一样的颜色，对吧？每天都在调一样的颜色，都画同一种花儿，都画同一种牡丹，那就没有艺术性了呀，就成机器了，沦为艺术的机器了。加上小腿加上一些，比方说翅膀上还可以加上一些小的三头绿这些都是想象着画的，实际当中小蝴蝶是很漂亮的。那么这个的话呢，咱们就加一加使它变得更好看一点，可以了。那这个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蝴蝶画法，非常非常的简单。好，最后我们再提上字就可以了。这个地方题字的话，选择提一个小款就行。提上名字就可以了，提一个穷款。那这个呢，就是紫色牡丹的画法，加了一只小蝴蝶对不对？加了一只小蝴蝶其实还是可以继续丰富比方说加了小蝴蝶，我们感觉还不够还不够怎么办呢？还可以加上一些小的水草一些小的补景对不对？那都可以加的。其实画画嘛，很自然我们想怎么画就怎么画，想怎么加就怎么加。因为画面呢，就是我们创作的一个小的世界一些小的生命体，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是可以随意的去加的。比方说里面是有一点点朱标色的朱标加点墨就变成了赭石，就有点像赭石的感觉。然后像这些地方，可不可以加上一些小的补景呢？对吧？加上一些小的补景，这样显得画面更丰富了这可以加一加的呀。大家画画也是，临摹也好，这个创作也好，想要画面变得丰富，其实是很简单加上一些你所熟悉的一些补景就可以甚至还可以加上一些小竹叶子，甚至都没问题加上一些小兰花都没问题但是加上去之后呢，是要起到衬托的作用。你加完之后不能把画面给破坏掉了，要有主次关系。那我加的这些补景，所有的补景都是围绕着这个牡丹来画的，都是围绕着它来画的，加强它的这种动势感大家加的时候呢，也是加补景可以加，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加。加完之后呢，要保证一点，是起到一个辅助作用的你不能拖后腿这样才行。好，这节课我们就讲到这里。大家好，今天给大家示范一个墨牡丹墨牡丹的话呢，其实是比较难的相对来说带颜色的比较难为什么比较难呢？因为整幅画面当中，牡丹要用墨去画，花朵要用墨色去画，然后叶子也要用墨色去画，那区分起来呢就很不好区分虽然墨有好多个色阶墨可以分出5个色阶出来，对吧？焦浓中淡青但是运用在一幅画面当中呢，就不太好处理了因为单一个花朵它就要有浓淡，它就要有深浅，再加上叶子，
那5个墨色呢表现出来都是不够的。所以说啊，这个难就难在这个地方啊。第二点难在哪儿呢？就是说用墨去画的时候啊，它很容易就晕开啊，不容易出现层次感。那用颜色里面呢胶性比较大，相对来说啊比墨里面的胶性要大啊，所以说画起来呢也要顺手，也要好控制一些。所以说我们要画墨色的时候呢，第一要提前把这些构思想好，就是说啊这个哪个地方用浓墨，哪个地方用淡墨。比方说今天给大家示范的这幅啊，先练什么样的呢？先画，把这个花朵画的比较浅一点的啊，不要用到浓墨，用到什么程度呢？用到这个中墨就可以了。然后叶子呢，用浓墨啊到焦墨去画啊，这样的话呢，它就区分开了呀，它就区分开了。那中墨层次里面呢，反面的花瓣也是一样，和颜色是一样画的。反面的花瓣呢，我们用淡墨，然后正面的花瓣呢，用中浓墨啊。这样的话，花朵是有一个深浅的变化，再加上叶子，花和叶子之间呢也有了一个变化。那这样呢，完成整幅画面，它是比较有节奏感的啊，它是有条理性的。那这个咱们就来给大家做一个示范啊，一边画呢，我们一边讲。想要画墨色的呀，还是一样啊，大家呢先多练练带颜色的，然后呢再来练这个墨色的。怎么画呢？先调一个淡淡的墨啊，调一个淡墨。那调这个淡墨，大家注意，调淡墨啊，要调的干一点，不要调的太湿。调好之后呢，在废纸上啊细一细，然后调成一个又浅又干的这样一个墨色。画哪儿呢？我们可以还是找这个构图找这个牡丹的构图。想画在哪儿呢？比方说画在这儿吧，对吧？还是一样，画出这个牡丹它的一个浅色的花瓣，也就是背面的花瓣的结构。那画好这个之后呢，开始画正面的。那正面的怎么画呢？用墨色稍稍浓一点的不要太浓，稍浓一点的中浓墨的层次。重点体现出它的一个干湿变化。那这个地方是湿润的，周围呢用这个地方是干燥的，周围呢用湿润一点的这个墨色去画，不要太重，不要太浓。太重的话呀，咱们画叶子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加叶子了，就用一个稍浓一点的，稍微重一点的就可以，稍浓一点的就可以。好，那这个呢就是一个中间也可以蹭上一点稍浓一点的，增加它的一个层次感。那这个呢就是一个墨色的牡丹花头实际上用笔方法都是一样的，唯一需要注意的一点呢，就是它的墨色要浅一点一定不要太浓，一定不要太浓。然后画好这个之后呢，我们开始画叶子。那牡丹叶子也要用墨色去画呀，所以说这个时候才是最难的。我们甚至可以用到很浓的墨色甚至呢可以用焦墨，用很干的这个墨，然后来画它的枝干。来画它的枝干，这个是它的木本的地方。然后呢，上面柔软的草本的地方呢也是三叉九顶的结构，先给它画出来。那这个时候叶子呢，我们就要注意了，叶子就不要再用淡墨去画了，叶子要用浓墨去画。这个时候要用浓墨去画，和这个花呢产生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对比变化可以感受到吗？那花是稍微浅一点的，叶子呢是很浓的、很重的，这样来画它
只有这样画的时候呢，这个花儿和叶子才能分开啊，才能去分开。要不然花上也用了很浓的墨，叶子上呢，对吧，也有浓淡墨，最后呢就导致这个整个画面是糊涂的状态，叶子和花分不出来了。那我们画墨色的这个牡丹的时候呢，就要注意这个问题。花朵呀，用的颜色稍浅，不要用到浓墨。那叶子呢，主要以浓墨为主啊，主要以浓墨为主。淡墨呢，要用的很少。这样的话呢，整体呀画下来之后啊，整体呢它就存在一个本身它就存在一个天然的一个墨色的变化。之后呢，加上一些小枝，还是在加强它这种对比变化的。那花朵啊浅一点，叶子呢枝干啊都比较深啊，都比较重一点。这些地方啊，可能还长着一些刚发芽的一些小的嫩的叶片啊，给加上一点。没有长开的这些小的叶片。最后呢，调一个浅墨，点上一些浅墨。那这个时候啊，我们开始画它的花心。花心怎么画呢？花心啊，我们可以用浓墨去画，也可以呢用藤黄点去点。那一幅画面的画眼，对不对？一幅画的画眼呀，我们就在这个花头这个地方啊。花头这个地方，我们当然要画的比较精致一点啊。这个时候我们就用藤黄，好加一点点太白。单用藤黄色呀，它是没有覆盖力的。我们用藤黄啊，加一点太白去画这个。也是要调的稍微厚一点，点上它的花心。就可以了。那这个就是一个墨牡丹啊，这个就是一个墨牡丹。那这个时候我们发现呀，叶子是有点很浓很黑的很浓很黑的这样一个感觉。那这个时候我们其实是可以给画面啊加上一些细节加上一些补景的。那这个绿色是非常好的一个调和作用。绿里面啊是有藤黄色的，对不对？我们花蕊是有藤黄色，然后呢，我们作为补景啊，作为用小草去补的话，然后这个补景里面呢也有藤黄啊，虽然藤黄加了花青形成一个绿，但是给我们的感觉啊，还会和这个花蕊产生一定的呼应。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运用一些补景的手法，对吧？加上一点，补上一些。使这个画面呢变得更加和谐一些，变得更加和谐一点。好，那这个就是一个墨色牡丹的画法。当然，我们还想着再加一点呢，再加一点，还可以怎么加呢？加小蜜蜂啊！整幅画面当中，除了绿给它搭配一下，还可以有一个更适合的，对不对？小蜜蜂啊，调一个藤黄。调一个藤黄色，然后呢，
点上它的小肚子部位。小蜜蜂其实画起来挺简单的，特别简单。然后呢，再调一个墨色。画好这个之后呢，再调一个浅墨，对不对？之前我们有画过这个小蜜蜂了，已经。再调一个浅墨，让它自然晕开一点。这个就是一幅小画啊，这个就是一幅小的创作，小的作品。这小补景也可以加上它的小叶脉。一些深色的地方可以怎么办呢？顺着这个藤黄啊，顺着这个藤黄，用浓墨，用比较浓的墨呢，再去勾它一下，把这个花蕊啊再给它勾出来，不是很实的勾，而是呢这样跳跃着去勾，有这个感觉，有这个意思就行，不用真的去勾，稍微加重一点点，使这个画面的这个层次感啊更加明显。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个墨牡丹啊，这个墨牡丹呢就完成了，是不是非常简单？和这个颜色的是很接近的啊，和颜色是很接近的。它难就难在啊，整体的一个把控问题啊，整体的一个把控。你像画颜色的时候啊，再来给大家重复一下，画颜色的时候呢，由于它本身就有色阶，一个是颜色的，一个呢是墨色的叶子，一个是颜色的叶子，或者是呢一个是墨色的叶子，一个是红色的花，一个是绿色的叶子，红色的花。那这个呢，墨色的牡丹，那纯粹的就是这个用墨去画。所以说这个情况下呀，那这个墨牡丹呢，我们就要整体的把这个亮度给它提亮，叶子呢整体的亮度啊给它压暗啊，就是整体的黑一点啊。牡丹的话呢，整体的亮一点，这样啊出来的效果，对吧？大家等干了之后，那这些地方还会稍微的浅一点。那么里面的这个叶脉的话呢，对吧？里面的叶脉就会分得更清晰。那像这些里面都是有叶脉的，都是有焦墨的叶脉。干了之后，叶子会产生层次感，花呢还会更浅一点。然后呢，这两个就产生了一个很自然的这样一个颜色上的色阶的变化。整体浅，整体重，对不对？这样画的，那这些都是在实际运用过程中，对不对？都是实际运用的时候会出现的一些小问题啊。比方说我们画墨色叶子，画墨色的牡丹，那怎么画呢？对吧？就可以运用今天这个小知识，去画，包括用纯水墨的方式去画其他的花朵，怎么画呢？那比方说，我就想创作一个纯水墨的紫藤花啊，纯水墨的葡萄，怎么画呢？都可以运用这种方法呀。葡萄粒整体的都浅一点啊，不要用到浓墨。葡萄叶子呢，都用浓墨，产生一个变化。
那么很自然的画出来效果呢就很棒，就很好看了。好，这个就是关于墨牡丹啊一个画法。这节课呢我们就给大家示范到这里。